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想来聊一个很深刻的话题。我们常常觉得亲子关系是一项很辛苦的任务，对吧？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这其实是一趟被爱所教导的旅程呢。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翻转我们很多既有观念的视角。也就是说，你可能不是在单向地养育一个孩子，而是在这段关系里，你正在被爱教会很多事。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了，他不再那么需要你了，你还能够那么单纯地爱着他，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吗？你先不用急着回答，花个几秒钟，很诚实地感受一下你心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答案是什么，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心里。好，那今天这趟旅程呢，我们会一起走过几个很棒的站点哦。首先，我们会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翻转传统养育的全新视角。然后我们会来看看亲子冲突背后到底藏了什么样的礼物。接着，我们也会学到怎么样在自己的不完美里面找到力量，让爱不再是交换，而是真正的连结。那最重要的，在最后我会带大家做一个只要30秒的练习，让你马上就能感觉到一点点不同。好的，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吧。这个被我们常常忽略的当下，还有我们是怎么样，可以说是误解了爱这份礼物。我们很多人其实从小就是被这样教大的，对不对？就是说，父母很辛苦的养育我们，这是一种恩情，所以我们长大以后一定要懂得回报。好像，爱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笔需要在未来偿还的债务一样。你看，这里就有2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左边这种是把爱当成未来的债务，它就像一种投资，期待着未来的回报。可是右边这种观点是把爱看作当下的礼物，也就是说，你的孩子此刻对你的信任、对你的依附，这本身就是一份最完整而且已经给出的赠与了。真的，你想想那个画面，当孩子跌跌撞撞地向你跑过来，把他的全世界都浓缩成一句“爸爸抱抱”或是“妈妈我回来了”的时候，他给你的是他全部的世界。这真的不是一张未来的账单，而是一份就在这个当下就已经圆满的礼物。说真的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是多少个大人穷尽一生都在寻找的，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份爱是怎么在我们最不完美的那些时刻展现出来的。这部分我们来聊聊孩子的宽恕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请你回想一下，是不是有过那么一个时刻，你可能因为太累、压力太大了，不小心对孩子发了脾气，甚至说出了让自己1秒钟之后就后悔的话。我想，身为父母，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是什么呢？是孩子在流完眼泪，觉得很委屈之后，他仍然会伸出他的小手要你抱抱。那是一种超越所有语言，纯粹只是想要跟你重新连结的本能。其实他们正在用最纯粹的方式亲身示范给我们看，要怎么去爱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人。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在教他们，但很多时候反而是他们的柔软在融化我们内心那些僵硬的自我防备的部分。这就带我们到下一个很关键的观念了，就是孩子他其实是我们成长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眼睛重新看见我们自己。那这面镜子到底照见了什么呢？它常常照见的是我们内心很深层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对于事情失控的恐惧，我们藏在心里的那些焦虑，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跟别人比较的习惯，甚至是我们自己童年时期那些还没有被好好疗愈的伤口。所以这里的关键点就是，每一次的亲子冲突，真的它都是一个邀请，它邀请我们向内看，去觉察一下我现在怎么了，而不是只是很急着地要去修正孩子外在的行为。
当我们慢慢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让亲子关系从一种沉重的交换，走向一种轻盈的连结，把那些期待带来的压力都慢慢的释放掉。你看，这两种爱的模式，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是交换式的爱，它的潜台词常常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所以你必须。这无形中就制造了很多压力。可是另一种连结式的爱，它传达的讯息是能够陪你走这一段路，我真的好高兴哦。这会创造出一种很轻松的流动感。光是我们内在语言的转变，就能够彻底改变整个关系的氛围。真的，当爱一旦变成一场交易，它就开始变得好沉重。所以我们的目标或许从来都不是要去教会孩子怎么回报，而是要好好的守护那份从一开始就存在在我们彼此之间最纯粹的连结。哇，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要怎么实践呢？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深刻的30秒练习，来帮助你重新找回这份连结感。对了，在这个练习之后呢，我还准备了一段很温柔的总结，希望能够带给你持续的力量，所以请你务必要跟我一起走到最后哦。好，这个练习的名字就叫做无条件的30秒。它真的非常非常简单，下次当你的孩子走向你的时候，试试看哦。第一步，先把手机放下，就只是放下。第二步，把你脑袋里所有等一下要做什么的念头也先按个暂停。再来第三步，花个30秒钟，就这样纯粹的看着它。第四步，这30秒里我们不纠正、不指导，什么都不做。最后第5步，用心去感受这个小小的生命此刻是多么全然的信任着你，然后就在你的心里轻轻的、温柔的对他说一句：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真的不再那么需要你了，你还能够单纯的爱着他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吗？在经历了刚刚的这些探索之后，在看见他其实早就用他全部的依恋、信任与真诚给了我们最纯粹的爱之后，也许你现在的答案会变成是的，因为他早就已经给过我此生最珍贵的礼物了。这就是我最后想给你的那段温柔的提醒，你不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投资报酬率，你是在陪伴一个同时也在帮助你一起成长的灵魂。如果今天的分享有触动到你，我很想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一下你对那个问题最初和现在的答案有什么不一样。你也可以在这里许下一个小小的承诺，告诉自己这周要来开始练习无条件30秒。也欢迎你订阅 Anne's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让我们可以一起继续把养育变成一场彼此觉醒的旅程。那我们下周见喽。